大家好，这里是看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抗阻力训练计划的制定，主题是如何安排训练动作的顺序，也就是哪些训练动作应该先做，而哪些训练动作应该放在后面。训练动作的顺序也包含不同位置肌肉的训练顺序。例如，今天要训练背部和肩部，那么如何安排他们的顺序等等。对于训练动作的顺序，首先你要确定你都要做哪些训练动作。关于如何选择训练动作，请翻看训练动作的选择那期视频。抗阻力训练动作可以分为3个类型，第一类爆发力训练动作，第二类主要训练动作，第三辅助训练动作。对于这3类训练动作而言，爆发力训练动作一定要放在训练开始的时候。我讲过，爆发力训练一定是有特殊运动表现需求的运动者才需要做的训练，因为爆发力训练要求肌肉快速收缩，使用的能量来自于磷酸原功能系统产生的能量。关于功能系统的介绍，请观看训练强度和肌肉功能系统那2期视频。爆发力训练属于高强度训练，它需要更高的力量、技巧以及精神集中力。一旦训练的肌肉缺乏足够的能量，那它就失去了训练的效果，甚至有可能造成安全问题。所以爆发力训练一定要放在训练的最前面，当然前提是你的训练中包含爆发力训练。对于肌肉训练的健身者而言，爆发力训练是可以不做的，因为你的健身目标不是提高爆发力。做完爆发力训练，然后就是要做主要训练动作了。主要训练一般包含自由重量、多关节大肌肉的训练动作。自由重量训练当然就是使用杠铃、哑铃和其他重物作为负重的工具。多关节训练动作也被称为复合训练动作，因为是多关节，所以参与的肌肉也就多起来。大肌肉当然就是以肌肉的体积大小来划分的。一般来讲，除了有专项运动需求的训练以外，健身的肌肉可以分为6个肌肉群：胸、肩、背、腿、臂、腹。这6部分的肌肉群中，腿部、背部、胸部是大肌肉群，肩部、臂部和腹部是小肌肉群。每个肌肉群的训练一定要安排1个以上的主要训练动作。我举例说一下不同肌肉群应该做的主要训练动作：腿部杠铃深蹲、负重弓步走；背部引体向上、俯身杠铃或哑铃的划船；胸部杠铃或哑铃各个角度的卧推；肩部杠铃或哑铃的推举；站立杠铃或哑铃的划船。臂部因为是单关节运动，无论是肱2头肌还是肱3头肌，只能将自由重量类的动作作为主要训练动作。训练动作就是杠铃或哑铃的臂弯举或臂屈伸。腹部虽然是多关节运动，因为有很多脊椎骨的参与，但是只限于躯干区的动作类型，因此使用自由重量或是体重的训练动作就是主要训练动作。例如仰卧起坐，将所有我刚才提到的这类训练动作，也就是主要训练动作，放在爆发力训练之后进行训练。好，就剩下辅助训练动作了。我介绍过，辅助训练动作一般是使用固定器械训练的动作，例如史密斯机、高位背下拉、绳索夹胸、坐姿侧平举、肱2头肌或肱3头肌的训练器械、坐姿收腹等等。这类动作既然是辅助训练动作，当然是放在训练的后阶段进行训练，并且注意，这类动作占整个训练时间的比例应该较小。以上是按照训练动作的类型来安排训练动作的顺序。会不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有些人先做辅助训练动作，后做主要训练动作，并称这样的安排叫做预先疲劳法。例如胸部训练，先做夹胸或哑铃飞鸟，这2个都是辅助训练动作的类型，让肌肉疲劳以后再做哑铃或者杠铃的卧推。这样的安排会让肌肉感受到更多的泵感，也就是肌肉充血的感觉。我非常理解这样安排的初衷，反正要给胸肌一个破坏，先做不让其他肌肉参与的孤立训练动作，再做让其他肌肉参与的复合训练动作。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果你的训练目标只是为了让胸肌变大，而一点都不在意胸肌的力量，那么你可以这样安排。但是如果你希望自己的胸肌不但体积能增大，而且力量也有所提升，那么这样的安排会让你的卧推力量增加的非常慢，因为在做完孤立的胸肌训练以后，卧推的力量一定缺乏，你只能用相对较小的负重来做卧推，你的胸肌长期以来就适应了小的负重，也就不适应大的负重了。
所以短期内可以调整先做辅助训练动作，后做主要训练动作。但是这只是训练动作的偶尔变化，不要将其安排为长期的训练动作顺序。现在我来说，按照肌肉大小的顺序安排训练。我想我只需要提一句就好了，因为大多数训练者都会按照肌肉大小的顺序安排训练。但是我刚才说过的，先做辅助训练动作，后做主要训练动作的人，可能会把小肌肉安排在前，大肌肉安排在后。道理和我刚才讲的一样，偶尔调整训练的安排和感受是可以的，但是长期这样的安排，大肌肉得不到足够的负重刺激，大肌肉的增长就会变慢。以上提到的先做爆发力训练动作，再做主要训练动作，最后做辅助训练动作，以及将大肌肉的训练安排在前，小肌肉的训练安排在后，这些安排的原理都是来自于我讲过的肌肉功能系统。所以我再次提示，希望对肌肉功能系统不了解的小伙伴去看一下关于训练强度和肌肉功能那2期视频。最后要说的是，根据重要程度安排训练顺序。对于不同的训练者而言，每个人都有训练好的部位，当然也就会有训练差的部位。按照宏观来讲，身体的6个部位，哪些比较重要，哪些比较次要，每个人的想法甚至不同的时代标准都是不一样的。阿诺德时代，胸肌和手臂是最重要的，那个时代的肌肉可以缺乏细节，因此就引发了很多人特别爱练胸肌和手臂，甚至现在也是如此。很多男性都比较看重胸肌和手臂的训练。发表一下个人观点，当一个人的胸肌和手臂超比例的发达时，会给人一种很笨的感觉。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胸大了都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没脑子。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肌肉是肩部、腿部和背部，肩部越宽越震撼。有句话说得好，肩是男人的勋章，我觉得这句话同样适合于女性。肩部的重点当然是后肩和中间这2个部位，腿部是力量的源泉，2条细腿的人基本上是又不经看又不经用。背部是造成肌肉视觉冲突的亮点，尤其从背后看背部肌肉。当然，以上都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大家可以根据自我对强壮和美的认识去训练。回到我们的主题，如果你的训练是为了塑造体型，而不是为了提高运动表现，在选择训练动作的顺序时，要把你肌肉的薄弱环节放在前面。例如我刚才讲的肩部，后肩和中间的这2部分肌肉是塑造椰子壳一样的肩部的重要环节。塑造体型的人可以考虑将后肩的训练放在最前，中间的训练放在第2，前肩的训练放在最后。前肩在训练胸肌的时候也会训练到，因此很少见到前肩比后肩小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后肩小于前肩。我个人因为开始的健身的时间比较早，那时无知的我对后肩的重要性根本没有概念，所以我的后肩练得就不好。现在上岁数了，再想让后肩发达起来，这个对我来说很难。这让我想起一句名言，人生的很多不幸来自于无知和疏忽。再例如，上胸比下胸更重要，下胸大上胸小，胸肌越练越像乳房，你可千万别乱来。所以就可以考虑不练或者少练下胸，或者将下胸的训练放在最后，因为平板卧推下胸和中胸都会得到训练，很多肌肉都是这样的情况，请大家自我脑补，自我注意吧。好，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讲了在制定抗阻力训练计划时应该如何安排训练动作的顺序，将一次抗阻力训练要做的动作划分为爆发力训练动作、主要训练动作和辅助训练动作。第一个顺序，爆发力训练动作一定要安排在训练最前面，其次是主要训练动作，最后是辅助训练动作。这样的安排道理来自于肌肉功能系统，让肌肉在做不同训练动作时有良好的表现状态。如果只是为了提高肌肉体积，短期内安排预先疲劳法，也就是辅助训练动作在前，主要训练动作在后，也是可以的，但是要记住不可长期这样的安排。第二个顺序，大肌肉训练在前，小肌肉训练在后，这样安排同样也是来自于肌肉功能系统工作的特点。第三个顺序，薄弱肌肉训练安排在前，以及特别需要改善的重要肌肉安排在前。但是在训练时，还是要先做主要训练动作，后做辅助训练动作。训练动作安排的顺序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和方法，由于时间的原因，
我们以后再详细介绍。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